Hello， 新年好。说到过年过节啊，我们心里总是会浮现团圆这2个字，对吧？不过在这份期待的背后，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跟最亲近的家人相处，反而好像更耗电，更需要花力气。我们明明很爱他们，但互动起来却常常有一种说不出的紧绷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有这种感觉，请你先知道，你真的不是一个人。这个感受其实非常非常普遍。为什么跟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有时候反而觉得心好累？我想先说，这真的不是任何人的错。在今天的分享里，我们就要从心理学的角度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练习怎么在节日里把回家这件事变成一场温柔的自我照顾，让我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份跟家人在一起时的自在感。好的，那今天我们要一起走的这趟旅程，地图是这样的。首先，我们会来看看回家的自动导航是怎么被打开的。接着呢，我们会学习怎么转译家人关心的语言。再来，我会跟你分享几个很实用的温柔守护工具，来保护你的心。最后，我们会聊到最重要的一份你可以给自己的礼物，叫做自我慈悲。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首先我们就来探索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们常常一踏进家门，好像就有个开关被打开，让我们不自觉的就回到了很久以前的那个角色里？你可以跟我一起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你推开家门，哇，一股超级熟悉的饭菜香飘过来，可能是妈妈的卤肉，或是奶奶的鸡汤。就在你闻到那个味道的瞬间，其实我们内心就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了。这背后其实是有个心理学原理的，叫做情境记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大脑早就把老家这个地方，包含它的气味、声音、摆设，跟我们过去在这里的所有情绪、行为模式，全部打包在一起了。所以当你一回到这个熟悉的空间，你的大脑就像是按下了播放键，直接切换到以前的旧模式。它其实是在告诉你，嘿，这里我熟，我知道该怎么反应。这是一个为了节省能量的心理捷径。没错，这就是你的情绪自动导航系统被启动了。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一开始那些情绪反应，常常不是我们选择的，它更像是一个自动化的反应。但好消息是，只要我们能意识到我的自动导航打开了，我们就能拿回一点点主导权，温柔地告诉自己，嘿，等一下，我现在是个有能力的成年人了，我可以选择用新的不一样的方式来回应。另外，家庭系统理论也告诉我们，这种紧张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一个内在的冲突。你看，现在的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但是在家庭这个小小的生态系统里，你可能还是会被悄悄地拉回那个旧的角色，也许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或是家里的和事佬，又或是那个什么事都得一肩扛起的大哥或大姐。整个家庭系统其实是在试图找回他所熟悉的平衡。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份看不见的引力之后，面对家人的期待时，心里就能多一份从容。好的，那既然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有趣的练习。我们要学习当一个翻译家，来解读一下家人那些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的话语背后，他们真正想说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画面是不是有点熟悉？可能在过年的餐桌上，我们都听过类似的话，像是你看那个谁谁谁都升职2次了，你要多努力一点啊，或是怎么还不结婚啊？这些话，老实说，直接听进去，真的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好像被比较、被否定，心里会有点受伤。但是如果我们试着按下暂停键，用心翻译一下，这句话的背后很可能藏着的是，孩子，我很担心你，我只是很想知道你的未来是幸福的，是安稳的。你知道吗？这常常是一种被他们的焦虑所驱动的不太完美的爱，他们只是想用自己会的方式来确认你是安全安好的。
所以啊，这个关键点就在于我们要去理解，在这些听起来有点笨拙的话语背后，藏着的可能是他们对于这个快速变动世界的焦虑，也可能是他们唯一懂得表达关心的方式，更是一份其实很想跟你连结、很想参与你生活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温柔的练习，就是我收下你这份爱跟关心，但是我不需要收下你这份评价跟判断。好的，在我们理解了这些心理的运作模式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装备几个温柔又实用的工具，来好好保护我们内在的平静。哦，对了，在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份很特别的温柔提醒要送给你，所以记得要看到最后哦。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工具，它叫做原对话，意思就是当对话让你开始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急着防卫或反驳，而是试着用好奇心来回应。先深呼吸，然后你可以温和地问：妈，我听你这样问，感觉你好像很担心我，是吗？你是不是希望我能过得更顺利、更轻松一点？你看，这样一个温柔的提问，就能把对话从表面的话题带到彼此内心真正的关怀，反而能够促进更真诚的连结。第二个工具是一个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内在练习，叫做五感着陆法。当你感觉到情绪快要上来，好像快要被淹没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暂停，在心里默默地说出你眼睛看到的3种颜色，耳朵听到的2种声音，还有去感受一种身体的感觉，比如说脚踩在地上的踏实感。这个练习非常快，但它能帮助你的神经系统瞬间稳定下来，让你找回平静，用更温柔、更清晰的状态去面对当下的互动。最后一个工具叫做破唱片法。这个方法特别适合用在面对家人重复的关心或询问时，你其实不需要长篇大论的去解释或为自己辩护，你只需要带着微笑，温柔但是坚定地重复你的核心想法。比如说，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的生活步调让我觉得很踏实，很刚好。就是这样，带着微笑，温柔地守住你的底线，这份稳定最终会为你赢得尊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今天练习里，我认为最核心也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温柔地把我们的目标从试图改变或修正我们的家人，转变为好好的、温柔地照顾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个节日里，我想邀请你练习的是自我慈悲。这意味着，请你允许自己不需要当一个100分的完美的家庭成员。如果你发现自己有点累了，没办法时刻都那么有耐心，那也没关系。如果你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去阳台吹吹风，或自己去巷口散个步喘口气，这都是完全可以的。请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存在，你这个人本身就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了。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对于整个家庭的和谐，我们到底能做出什么最宝贵的贡献呢？答案是你自身内在的平静，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一个内心平稳、情绪稳定的你，自然而然就能在关系中展现出真正的温柔跟弹性。你所散发出的这份安稳的能量，远比任何刻意去维持的表面和谐或是忍耐，都更能为整个家带来正向的影响。所以照顾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就是你对家庭和谐所能做的最大的贡献。好了，在今天分享的最后，我想邀请你把刚刚我们所聊的变成一个可以带在身上的温柔练习。我想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件事，在这个节日里，你打算用哪一个微小的方式来送给自己一个平静的片刻呢？这可以是很简单的事，比如说给自己10分钟独处的时间泡一杯喜欢的茶，或者去买一个早就想吃的小点心，甚至只是找个舒服的角落发呆。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因为你的分享很可能会温柔地启发到正在看这则分享的其他人哦。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看，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
让今年的回家成为一场滋养心灵的旅程。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节日团聚的时刻，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内在的安稳。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欢迎你点赞、分享给你所在乎的人，并且订阅按亲子书房练习曲，让我们一起开启更多温柔的练习。我们下次见。